随着孔雀声声鸣叫，使得熊猫们都开始警惕。荷叶一个凌波微步奔向大树，再以100米冲刺般速度爬上树梢，二狗紧跟其后，就连花花也吓得抱着大树。3只熊猫前后往树上爬，游客小孩直呼如同看奥运会一般。但荷叶早已抵达终点，而花花却还在起点。虽然速度不及大家，但花花却没有放弃，努力往树上爬。这种精神值得大家鼓励，因为爬树对于一只脚掌外翻的熊猫来说，真的非常艰难了。本身花花的4肢就人短，完全抱不下大树。但没想到花花今天爬了这么高，所以说不管是人还是其他生物，在关键时刻是可以激发潜能的。花花坐在树杈之间，对面树上还有只熊猫，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3只熊猫挂在大树上，如同一道亮丽的风景，瞬间把票值拉到了最高。谭爷爷过来收猫，嘴里喊着荷叶。荷叶从最高处往下面滑，这小子不仅上树比猴快，下树也如此之麻溜。网友直呼少侠好身手。二狗与荷叶都下去了，留下花花独自待在树上。我在哪？我为什么要上来？他们怎么又突然走了？花花一脸的疑问。谭爷爷亲自来到树下喊花花，眼前这一幕也让他为之惊讶。平时不看好爬树的花花，今天却爬了这么高。花花见谭爷爷都过来叫他了，他也不得不下树。老一辈有句话叫做上树容易下树难，花花是上树难，下树却更难。短时间内要2次挑战自己的极限，花花尝试了很多次，但每次想伸出脚往下滑，都不知道往哪里踩。这么高的树，真害怕花花掉下来。但自己爬上的树，腿软也要爬下来。谭爷爷也没办法帮他，毕竟谭爷爷爬树还没有花花厉害。谭爷爷一直呼喊着花花，对于花花来说是一种鼓励，但就是有点费嗓子。花花扭头看向谭爷爷，给谭爷爷招手，这般模样太可爱了。最后在谭爷爷不断鼓励下，花花慢慢的下树了。从谭爷爷过来叫他开始，到花花落地，足足用了10多分钟。而谭爷爷一直仰着头呼叫花花，可见收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家不仅要为花花创造奇迹点赞，更是要为谭爷爷的大爱而点赞。有这样一位饲养员，我们的熊猫宝宝才会健康快乐的成长。盘点熊猫圈的演技派，你们认为谁才是奥斯卡获奖者？第一位，司汤圆 cos 带产母熊猫，只为了一口盆盆奶。司汤圆打小就聪明，看见萌完哥哥被五花大绑抬出去，他生怕自己也被绑架，于是装作什么也没看见。别的大熊猫在待产的时候，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于是他灵机一动，躺在地上装作呼吸急促，故意让肚皮起起伏伏，还提前把婴儿床都铺好了。本以为一套天衣无缝，但他忘记了自己是公猫，因此园区把他的黑历史都标注在介绍牌上去了，简直不要太尴尬。第二位成大带娃，移动的饭卡，宝宝4脚朝天的躺在地上，成大却一点也不在乎，还想着今天吃什么。看到奶妈走过来时，成大赶紧叼起孩子，把宝宝抱在怀里哄，但奶妈是最了解他的，直接当场拆穿了他，搞得成大很是尴尬。看到奶妈准备了盆盆奶，他就两眼放光，直接把孩子丢地上去炫奶了。第三位，奇缘携孩子卖惨，瞧他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再配上宝宝在一旁做点缀，看上去很是可怜，让人心疼不已。要不是后面竹子多的溢出来了，我还真以为他过着吃不饱喝不足的生活。第四位，秦运装瘸博同情，上一秒还拖着后腿艰难前行，当网友刚拿起纸巾准备开哭的时候，下一秒却活蹦乱跳起来，还边跑边笑。秦运表示玩的就是一个反转，所以看到最后，你们认为谁才是演技派的奥斯卡呢？2岁熊猫偷吃狼崽，遭狼王下令追杀，送到 IC 营里住了20多天。熊猫北川的过往到底有多奇葩？眼前这只长得像包子的大胖妹叫北川。2010年4月26，北川县小坝乡江河村传来阵阵熊咆狼叫声，正在附近干活的村民听见后，组队上山去查看，发现一群狼正在围攻一只大熊猫，随后立马拨打救援电话。喂，刘主任，这个熊猫哦，哎，真的，我没跟你那开玩笑，它是个黑眼睛嘞，白毛毛嘞。当救援队赶到时，这只大熊猫已经奄奄一息了。据调查，它因为擅闯狼窝、偷吃狼崽而被狼王下令追捕，因此遭遇方圆10里的狼群围攻，长时间的逃亡之路使得它瘦弱不堪。救援队发现它时，它只有80斤左右，
是正常大熊猫的1半之重。好在被村民发现，在 ICU 里待了20天后，总算是保住了性命，并以发现它的地方给它取名叫北川。由于吃过外面的苦，因此被纳入编制的北川十分能吃，不是在干饭，就是在干饭的路上，白天吃个不停就算了，晚上还偷吃，用手勾不到，就干脆直接把筐放倒。若不是偷吃的竹笋，还以为熊皮里面藏了一个人呢。果然是做贼心虚，篮筐滑了一下，竟把北川吓了一激灵。北川从原来的80几斤吃成了200斤的大胖子，圆滚滚的身材特别符合大熊猫的气质，因此被称为基地之花，受到众人的喜欢。就因为男子抢了熊猫1根竹笋，结果被当成光头强暴着撸。大熊猫乐宝到底有多社牛？几位国外猫粉来看大熊猫，上手去撸大熊猫那一刻，我承认我嫉妒了，连手心都是痒痒的。但你撸猫就撸猫喽，干嘛抢它竹笋吃呀？大熊猫虽然性格温顺，但也很护食的好吧。于是抱着男子一顿狂撸。大家都只看过人类撸猫，从未看过熊猫撸人的吧？这下长见识了，还别说，动作神情都像极了人类，搞得我都好想代替男子体验下反被熊猫撸的滋味。其实在2018年之前是可以近距离接触熊猫的，乐宝当时就非常受欢迎，但区别对待这一幕着实让人笑痛了肚子。刚开始一美女坐在乐宝旁边合照，乐宝扭头一看是美女，手里的竹笋都不吃了，美女亲他一口，他直接上头来，还准备亲回去。要不是饲养员提醒，估计他就在大众面前失色了。吓得乐宝赶紧炫2口竹笋压压惊。接着又来了一位大叔，乐宝一看他这模样，看了一眼就接着干饭。不仅如此，乐宝竟还能听懂英语。这一幕惹得小姐姐哈哈大笑。虽然现在只能远观大熊猫了，但区别对待这一幕还在发生。男子跑过来隔着玻璃合照，大熊猫没看上眼，扭头就走了，真是笑不活了。花花，走，韩爷爷来了，顺口他又回去了。万万没想到，我们的花花竟然有个超级粉丝，他叫张雨霏，是成都大运会的冠军得主，奖牌已拿，但他还有个心愿未圆。如果有机会的话，很想近距离的去接触一下谭爷爷和花花。张雨霏对于熊猫的喜爱总是溢于言表，既然如此喜欢，那就去实现吧。早上6点钟，张雨霏坐上摆渡车前去熊猫馆，一路上心情澎湃，总是把花花挂在嘴边，还专门给花花带了好多苹果。但张雨霏也知道不能随意给花花喂自己带的苹果，害怕吃坏她的肚子。俗话说得好，心意到了就可以。经过长途跋涉，张雨霏终于来到了花花的馆内，期待的眼神估计比她比赛都要激动吧。当张雨霏看到花花那一刻，眼前都是一亮，但花花没有看到谭爷爷，也就没有靠过来。花花，走，谭爷爷来了。相信大家都和张雨霏一样，谭爷爷喊花花的几句台词早已经刻在心里了。花花听见不是谭爷爷的声音，于是躲在一边观望着。这时谭爷爷拿着铁笼过来，花花，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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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听到谭爷爷的声音，花花立马就动身了。张雨霏第一次面见花花，对花花的可爱也是非常赞同的。太可爱了！花花虽然不能用言语表达，但接下来的动作却震惊了所有人。花花为了感谢张雨霏对自己的喜欢，于是躺着用手比划了比心。张雨霏这一趟也算来得值了。随后在自己颁奖的荣宝上面签名，并当场送给谭爷爷。而谭爷爷也拿出花花的玩偶送给张雨霏，在回家的路上都还在回味花花的可爱。看到了花花的真熊，确实非常可爱。如果可以，真想认养一只。如果张雨霏真的认养大熊猫，你们觉得她会认养谁呢？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还有一些疯狂。没事儿，吵吵小架，反正醒着也是醒着。没事儿，说说小谎，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还有一些疯狂。哇，亲爱的姑娘啊，我就是这个姑娘，整天嘻嘻
看到风儿就起浪，也曾迷迷糊糊，大伙小伙一起唱，还曾山山水水，敢爱敢恨走四方。整天嘻嘻哈哈，看到风儿就起浪，也曾迷迷糊糊，大伙小伙一起唱，还曾山山水水，敢爱敢恨走四方。滚层轰轰烈烈，似苹果爱一场。我就是这个姑娘。这是全网最 happy 的大熊猫，只要一靠墙，它就开始了蹦迪模式，双手一撑，两脚一抖。它的名字叫秦大朵，它谁都不服，它只服强。最近一打开手机，就听到这首歌。画面也绝对是好家伙，一只熊猫竟然带火了一首歌，好比萌兰的阳光大男孩。开始分手，我是阳光开朗的男孩，阳光开朗的男孩，我的唱只有笑，看我扬起的嘴角。这是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对于秦大朵扶墙蹦迪的说法，有网友评论说，这小家伙怕是昨晚去蹦野迪了吧，一靠墙就产生了惯性。旁边的小伙伴直呼，好家伙，去蹦迪都不叫我，这下上头了吧。也有人说他是遗传了永永姨的基因，两只熊都特别喜欢蹦迪，节奏感还很强，甚至被人怀疑说他就是永永的孩子，是饲养员报错了。网友都叫他秦大朵，是因为他妈妈叫秦秦，而大朵的来源是他在1岁的年龄却有着5岁的大耳朵，所以网友们亲切地叫他秦大朵。还别说这个名字取得好贴切啊！同样是蹦迪的大熊猫，永永姨让金火爱而不得，秦大朵火爆出圈。所以说，不管是人还是其他物种，会的不用太多，只要一项技能与众不同，就能让你脱颖而出，成为夜空中最亮的星星。最后在全网为它征集最贴切的名字，你们认为叫什么最合适呢？如果离开以后，得到的会是什么？是难过，是孤独，还是接着下一个？放不下是个借口，我招忍着痛，爱有始有终，我不明白牵着的手，怎么牵着牵着就放了。也许盘点大熊猫打喷嚏搞笑瞬间，萌兰。孟大海。润月。花花。飞云。What the fuck? Ain't looking for enemies, but I ain't playing nice. What the fuck? The way you're testing me and look me in the eyes. What the fuck? I'd love to see you try. What the fuck? Ain't nothing real. What the fuck?
你们说大熊猫遇到辣条会发生什么呢？众所周知，辣条在猫面前就是小趴菜，但辣条怎么说是毒性生物，万一被咬上一口也是非常难搞的。所以当熊猫奇异活动场内出现了一条辣条的时候，饲养员以及游客都吓坏了。大熊猫是熊，不是猫，而猫制胜辣条，完全是反应比辣条快。但大熊猫体型胖重，速度肯定比不上猫咪，但奇异可不管，任凭大家怎么叫他回来，他都当作耳边风，左耳进右耳出，大家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他也没有半点回头的意思。据知情人士所说，辣条有手臂那么大，但其一是谁打小就不怕惹事，想当初明知道大姐大肉肉最讨厌别熊抢她食物，然而天生反骨的奇异偏要去试一试，结果被按在地上摩擦，肉姐的拳头都抡起风火轮了。事后奇异发脾气要肉姐道歉，站在树枝上不肯回家，还一股劲儿往边上躲，真是笑不活了。注意看奇异的举动，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竟然在地上用爪子掏，莫不是掏的辣条吧？大熊猫的好奇心一点也不输猫咪，要是掏的辣条且又不能制服的话，那就麻烦了。就在大家为奇异操碎了心的时候，他却从地上捡起半个苹果，好家伙，让大家担心半天。结果来了个乌龙事件，奇异还真是心大呀。但活动区域出现了辣条，就代表着危险没有解除。奶妈一直呼喊奇异回家，等待专业人士处理辣条。最后提出一个疑问：大熊猫毛发那么厚，要是辣条一口下去，会不会只要了一嘴的毛呢？盘点熊猫的招牌动作，频频催饭。金湖玩滑滑梯。种下一颗种子，它的世界是小的，说每个小孩都想萌二掰竹子。花花招手。你们好呀，谢谢大家来看我。福宝爬树，熊叫版。人叫版。不是在卡图的路上，就是在投贝卡的途中。萌蓝摇手手。花花，花花也喊你哦。过来。你撞我干什么？臭荷叶！我不是故意的啦，姐姐。你就是嫌我走得慢，别以为我不知道。听我狡辩可以吗？你们觉得荷叶是故意的吗？第三视角现场回放，刚开始花花在前面走，荷叶跟随其后，荷叶找准时机，一头追尾花花，给花花吓了一大跳。花花回头责备荷叶，荷叶还装作一脸无辜的样子，表示花花自己走得慢，导致自己不小心撞上去的。说完，荷叶赶紧溜走，花花还差点相信了他的鬼话。但现在证据确凿，荷叶就接受制裁吧。以其熊知道孩子启熊之身，花花也有动向荷叶，荷叶还想还手。你都是被我从小做到大的，别以为现在翅膀硬了，就忘了我霸王花的名号了。哎呀，小弟弟现在有点能耐了是吧？看我各种咆哮，嗷呜，嗷嗷嗷呜！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还真以为我是当年的那个我吗？风云我任意闯，万众仰望，
搞错了，再来。我的小可爱，今天有没有乖？你的小脑袋想发动奇奇怪怪。我的小可爱，皇冠给你戴，你笑起来像鲜花盛开。我的小可爱，你闪闪惹人爱。你说我们喵星人就是这么拽。我的小可爱，虽然脾气有点坏，只要有你在，寂寞被打败。我的小可爱，今天有没有乖？你的小脑袋想发动奇奇怪怪。我的小可爱，皇冠给你戴，你笑起来像鲜花盛开。我的小可爱，你闪闪惹人爱。你说我们喵星人就是这么拽。我的小可爱，虽然脾气有点坏，只要有你在，寂寞被打败。金虎今天熊起来了，把飞云的抱枕一顿撕咬，看得妙音一脸震惊。在金虎生日这天，饲养员给他准备了2份礼物，分别是妙音和飞云的抱枕。金虎把妙音的抱枕抱在怀里，还轻轻举高高，而飞云的抱枕却被他晾在了一边。直到看到这里，才明白大熊猫也戴有色眼镜的。其实这也怪不得金虎，飞云实在把金虎揍怕了，所以金虎趁着飞云不在的时候，当着妙音的面证明自己，把飞云的抱枕一顿狂甩。妙音一开始在睡美容觉，金虎扭头一看，为了让他看到自己熊起来的一面，于是制造更大的动静，咬着抱枕直接开撕。到底是有多大的仇恨，使得金虎这般发泄？看来今天是不把飞云的抱枕废掉不罢休了。金虎还是虎，一顿操作也猛如虎。妙音醒后一脸震惊地看着金虎，金虎所作所为终于被妙音收入眼中了。此时的他开心到起飞，一路打滚转圈圈，却让饲养完给他擦屁股。而当飞云看着他的时候，哎呀，这抱枕是谁的照片？怎么这么好看？我可喜欢了。我说金虎，你把人前人后体现的也太淋漓尽致了吧！花花第一次见干妈圆润。决定，最终还不决定，这是什么强烈的心境？之前你会想你，在群中找你，这个好友假装不看你。他们说你有点坏，追你的女生我不相信，可是我永不会追，我要让别人不知关心。要保持美丽，忽远又忽近，不能随心应情，要想你到半点美，越不敢多出击，就算自己更完美。不是每一次的约会，你约我就出现，不是每一通电话，你的谁呀？吓到肉肉，你扔进去干嘛？哎，你怎么这样啊？大熊猫肉肉遭投喂，被好心小姐姐当场怒斥，网友直呼骂得好。起初大熊猫肉肉正开心地炫着竹笋，却突然丢过来一节玉米棒，把肉肉给吓了一大跳。这一幕彻底让肉肉的粉丝怒了，当场就指责了投喂者。而大熊猫的好奇心和猫咪一样，闻着气味寻找着玉米棒。你大冷让人吃的，真的是不要别让他吃，不要！尽管好心的猫粪都在极力劝肉肉别吃，但大熊猫只听饲养员的话，捡起玉米棒用舌头去舔，随后直接往嘴里炫。看着肉肉吞进去那一刻，好心游客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但又没办法阻止他这一行为，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口一口吞进肚子，这种感受真的会令人窒息。大熊猫遭投喂的问题不可小觑，前有宝星遭投喂去世，现仍有很多游客无视园区规定，随意给大熊猫投喂食物。大熊猫的消化食道比较特殊，而人类的食品中有很多不适宜大熊猫进食的元素。曾有一只大熊猫叫宝星，就是因为吃了游客投喂的食物而去了喵星球了。这件事令人十分痛心，
梅兰肉肉是一只非常治愈的大熊猫，一举一动都非常可爱。若是出了什么问题，真的太抢粉丝们的心了。所以请基地的工作人员一定要赶紧为肉肉做检查，让它健健康康的生活下去。盘点萌兰越狱的3个技巧。第一个，攀爬式。纵观所有大熊猫，越狱的方法都是爬上高点，然后翻越出去。萌兰也不例外。为了成功越狱圆功夫梦，萌兰经常做仰卧起坐，锻炼核心力量。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练出了8块腹肌，顺利爬上围墙。但就在准备逃走时，被保安大哥发现，因此萌兰被抓回去关了禁闭。第二个，垫脚式。经过上次事件后，园区连夜把围墙加高，生怕萌兰故技重施。但萌兰可是功夫熊猫的化身，加高围墙只能难倒反者。萌兰找来自己的玩具，把它垫在脚下，加高的围墙也不过如此。萌兰成功爬上了围墙，好在被工作人员及时阻止，随后把萌兰的玩具都给没收了。第3个，土遁式。万万没想到，一只大熊猫的智商竟如此之高，围墙加高了，玩具没收了，看来萌兰只能上绝活了。趁工作人员不注意，萌兰来到围墙边勘察地形，选择土壤松动的地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萌兰爬上围栏，把监控给卸了，随后开始了他的挖掘工作。要不是被游客拍到，估计萌兰迟早刨出一个大洞，随后逃之夭夭了。不知道下次会出什么新的越狱点子，我们敬请期待吧。熊猫肉肉真是个戏精，为了一个苹果，竟长了800个心眼。不过这饲养员也不是善茬，递过来一个苹果，当肉肉准备去拿时，饲养员却缩了回去。肉肉为了缓解尴尬，假装舔手手，但眼珠子却瞅在一边的。饲养员再次把苹果递过来，肉肉这次不仅没去拿，反而转身做出一副不稀罕的样子，但舔舌头馋嘴的动作出卖了他。不过肉肉还是挺能忍耐的，尽管饲养员多次戏弄他却只看一眼，坚持不动的原则。不过这个抬头斜眼的动作，估计会被网友做成表情包吧。在饲养员多次诱惑之下，肉肉终于按耐不住了。接下来的这波操作可以荣获奥斯卡影帝奖了，把粉丝们逗得哈哈大笑。肉肉拿起一根竹子，开始了他的即兴表演。他把竹子往嘴里背，做出一副吃得可香的姿态，让饲养员以为他只喜欢吃竹子，然后趁饲养员不注意的时候再进行突破。话说欲擒故纵的拿捏也太到位了吧，不过他也低估了饲养员应变能力。肉肉猥琐的眼神瞅一眼，看着苹果没有动时，伸手就去掏，结果却掏了个空。饲养员反应还真快，而肉肉并没有因此放弃，顺着动作下去，假装在拉竹子而已。眼看竹子到了尾端，苹果又近在眼前，肉肉内心极其复杂，到底是去拿还是继续装下去呢？当你们觉得他不知所措时，肉肉又玩起了假动作。饲养员把苹果递过来，肉肉一抬手，苹果就收了回去。你以为他刚刚是为了抢苹果吗？其实他是想趴着休息一下。每一次扑空，肉肉都会演下去。肉肉心知肚明斗不过饲养员，于是干脆完美落幕，转身回家了。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游入尼罗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袋，没有机会返回去。直到我听见一个声音，我确定是你，可你怎记得我？我带来了临切的消息，可我怎么告知你，注定是一场相遇。吃饱饭没有事情干，于爱找于可把架干。很多网友识别于可、于爱两双胞胎，基本都是看他俩的背心。相对于于爱，于可的背心像烂了一样。看到妹妹于爱暴揍于可的画面，
很多网友纷纷调侃道：“这是二顺把他俩的性格生反了吧？妹妹竟如此强悍，把哥哥揍得毫无反手之力。”最搞笑的是这位网友，他说：“怪不得哥哥的背心是烂的，怕是在二顺肚子里就把哥哥的背心给撕烂了吧？”真是笑不活了。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最喜欢的就是刷评论区，在1分钟的视频里，我可以停留10分钟。9分半都在评论区里寻找大神，每次都看得我哈哈大笑。言归正传，熊猫园的保安大哥也很好玩，看看他是如何劝架的吧。不要打架，不要打架，打赢坐牢，打输不怨。保安大哥都这么内卷了，博主高低也整一出。打我啥？你打我啥？你打我啥？话说，保安大哥在劝架，我却惹是生非，真打出什么事儿来，我会不会被揪出来呀？但于可于爱干架的画面真的太可爱了，越看越想看，萌翻了老夫的少女心。特别是于爱洗澡的画面，刚开始几个饲养完再给于可洗澡，于爱却在一旁哈哈大笑。这幸灾乐祸很快就得到了惩罚，奶爸一把就把于爱拽了过去，随后只听见于爱发出了杀猪般的叫声。与前面幸灾乐祸的画面对比，网友纷纷评论：报应来得太快了。